朋友们，咱们今天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司马懿这个被称为忍者神龟的老狐狸，一辈子熬死了曹操、曹丕、诸葛亮，最后在高平陵一锤定音。可你知道他这辈子最害怕的人是谁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不是那个宁可我负天下人生性多疑的曹操，也不是那个刻薄寡恩把他当工具使的曹丕，更不是在五丈原让他留下魏蜀如虎笑柄的诸葛亮，而是那个比他小了整整24岁，在他的生命里只占据了13年时光的年轻皇帝魏明帝曹睿。对，就是那个被后世一些人贴上昏庸奢靡标签，甚至被戏称为疯批的曹睿。这就奇怪了，一个能熬死3代枭雄的人，怎么会怕一个早他17年就去世的年轻人？怕到什么程度呢？怕到在生命最后一刻，那个人的影子还在他眼前晃悠来。咱们把时间倒回到公元251年的秋天，洛阳太傅府里，73岁的司马懿躺在病榻上，生命正一滴一滴地从这具衰老的身体里往外渗。屋里弥漫着药石遮不住的腐朽气息，烛火在帷帐上投下摇曳的影子，像极了那些纠缠他一生的幽灵。他已经赢了，赢得彻彻底底。4年前，高平陵那个清晨，他以雷霆手段发动政变，将政敌曹爽集团连根拔起。洛阳城的血3天都没洗干净。从那以后，魏国上下再无人敢与他对视，天子曹芳成了摆设，军政大权尽归司马氏。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潜伏者逆袭，从曹操时代战战兢兢的谋士，到曹丕手中谨小慎微的臣子，再到如今帝国实际的主人。可人将死时，脑子里翻腾的往往不是辉煌，而是恐惧。侍从跪在榻边，看见这位垂死的权臣嘴唇在动，凑进去听，依稀只捕捉到一个名字的韦殷瑞。他浑浊的老眼里没有胜利者的光芒，只有深不见底的畏惧。那不是曹操那双鹰隼般的眼睛。虽然曹操确实可怕，当年征辟他时，他装病装了7年，最后还是被强行拽出来做了官。曹操说过他有狼顾之相，说他非人臣也，但那是一种明牌的打法。曹操的猜忌写在脸上，你只要足够小心，总能找到生存的缝隙。那也不是曹丕那张阴晴不定的脸。曹丕刻薄多疑，把他当作趁手的工具，需要时重用，猜忌时敲打。但曹丕的规则是清晰的，你是我的臣子，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司马懿把自己打磨成最完美的执行者，不留破绽，不出差错，就能活下去，甚至步步高升。不，都不是。在他眼前晃动的是一张更年轻、更苍白、更难以捉摸的脸。那张脸时而焕发着属于年轻人的狂热光芒，在讨论征伐东吴、平定辽东时，眼中燃烧着要将整个天下纳入囊中的火焰；时而又冰冷得像洛阳冬天的玄武石，在审视臣下的奏章时，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弧度让人脊背发凉。魏明帝曹睿，那个30多岁就病逝的皇帝，那个死在他前面的对手，为什么死了这么多年的人比活着时更让他恐惧？侍从看着司马懿突然痉挛的手指，听见他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声含混的叹息，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阴影吞噬了最后一点光。要理解这份跨越生死的恐惧，咱们得先把镜头拉远，看看司马懿是从什么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话说东汉末年，那是什么世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地狱难度。黄巾起义撬动了帝国的根基，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接下来就是诸侯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还是座上宾，明天可能就乘刀下跪。什么忠君爱国、仁义道德，在生存面前都得往后靠。在这种环境里，单个的人活不下去，你得抱团，而且得抱最结实的团家族。河内司马家就是当时顶级的世家大族之一，祖上可以追溯到楚汉相争时的殷王司马养，后来世代为官，根深叶茂。这种家族有个特点，他们投资的不是某家公司，而是整个大盘，他们的生存策略。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东汉快不行了，没关系，董卓来了没问题，曹操崛起了正好。司马家就像一家精明的投资公司，子弟们被分散到各个潜力股阵营里，有人跟袁绍，有人跟曹操，还有人观望。这样无论最后谁赢了，司马家都能有人站在胜利者一边，保住家族的延续和富贵。司马懿就是这家投资公司精心培养，准备投给最大潜力股的王牌产品。史书上说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哥们儿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聪明有大局观，还特别能学。但最厉害的不是聪明，是他懂得把聪明藏起来。建安6年，公元201年，曹操刚刚在官渡打赢袁绍，声势正盛。听说河内有个叫司马懿的青年才俊，就派人征召他来做官。换一般人，那可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司空，前途无量，赶紧去抱大腿。司马懿怎么做的？装病，而且不是装头疼脑热这种小病，他装的是疯痹，大概相当于现在说的中风偏瘫，全身不能动。曹操派来的人一看，哟，这么严重，可惜了，回去复命吧。那年司马懿22岁，你敢信一个22岁的年轻人能有这定力？这演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一装就是好几年。这得多狠的心性，对自己多狠，对时局多清醒。他为什么装病？表面理由是不想给汉贼打工，忠于汉室，你信吗？反正我不全信。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在观望。曹操虽然赢了官渡，但北方未平，袁绍的儿子们还在，天下大势远未明朗。这时候贸然站队，万一押错了宝，整个家族都可能受牵连。他在等一个更确定的时机，这一等就是7年。建安13年，公元208年，曹操做了丞相，再次征召司马懿。这次开出的条件更优厚。你不是有病吗？行，派个刺客晚上去看看，你要是装的，当场砍了。司马懿一听这架势，知道装不下去了，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穿戴整齐，乖乖上任。你看，这就是司马懿的底色谨慎到极致，隐忍到极致，但该认怂时绝不含糊。他能像石头一样沉默等待，
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利己的选择。曹操第一次见他就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有一次曹操走在前面，突然回头叫他，司马懿下意识地转身，但身体转过去了，脸却还朝着原来的方向狼顾之象。曹操后来对曹丕说，这个人有反骨，不会久居人下。但曹操没杀他，为什么？因为司马懿太有用了，他就像一件功能强大的顶级奢侈品，设计精良，做工完美，性能卓越。但奢侈品再贵也只是工具，你得有钱有权才能拥有它，并且必须确保它始终在你的控制之下。司马懿深谙此道，在曹操手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没有感情的政务机器，屯田、治军、谏言献策，样样出色，但绝不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他让曹操觉得，这是一把好用的刀，虽然刀柄得握紧点，但暂时还不用扔掉。时间来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了，曹丕继位。对司马懿来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他和曹丕的关系比和曹操近得多，他是曹丕当太子时的4友之一，属于前抵旧臣，有从龙之功。曹丕这人性格复杂，他继承了父亲的多疑刻薄，但又没有父亲那种狼逆天下的气魄。他对司马懿是一种很矛盾的态度，既依赖又提防。曹丕需要司马懿，篡汉自立需要人策划，治理国家需要人干活，对付宗室和旧臣需要人出主意。司马懿在这些方面都是顶级高手，所以曹丕给了他很高的官职，尚书、督军、辅军大将军，最后甚至让他做托孤大臣。但曹丕从来不真正信任他。临死前，曹丕把太子曹睿托付给4个人：曹真、曹休、陈群和司马懿。前2个是曹家宗室，第3个是颍川名士，代表世家，司马懿排最后。而且曹丕特意安排曹真和曹休长军，陈群和司马懿理政，互相制衡。在这个时期，司马懿的恐惧是具体的、可控的。他恐惧曹丕的喜怒无常，今天可能因为一篇文章写得好就大加赏赐，明天可能因为一句无心之言就勃然大怒。但他摸清了曹丕的脾气，这位皇帝要面子，要功业，要证明自己比父亲更配得上这个皇位。那司马懿就给他面子，给他功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脆弱的自尊。他扮演的是完美执行官，皇帝指东他绝不往西，皇帝要结果他超额完成。他把自己的野心深深埋藏，埋到连自己都快信了我司马懿就是大魏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种交易，我用我的才能和忠诚换你和你的家族对我的庇护和重用，很公平。直到公元226年5月，曹丕病重，召司马懿、曹真、陈群到榻前。那一幕很有意思，曹丕拉着太子曹睿的手，对3位大臣说，以后就靠你们辅佐他了。然后特别指着司马懿说，这中间要是有人挑拨离间，让你们互相猜疑，你可要明辨是非，别中了别人的计。这话听起来是嘱托，细品全是警告。司马懿当场痛哭流涕，磕头磕得额头见血，发誓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幼主。
曹丕看着他表演，眼神复杂，最后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几天后，曹丕驾崩，时年40岁。22岁的曹睿在父亲的灵柩前即位，成为大魏的第2任皇帝。现在问题来了，对这个新皇帝，司马懿了解多少？他知道曹睿是曹丕和甄夫人所生，知道甄夫人后来失宠被曹丕赐死，知道曹睿小时候并不受父亲宠爱，甚至因为母亲的事差点被废掉太子之位。知道这个年轻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但性格据说有些偏激，有些难以捉摸。曹丕留下的辅政班子很微妙，曹真、曹休是军方大佬，曹家人陈群是文官领袖、世家代表。司马懿呢，他好像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不是宗室，不是顶级世家河内司马氏，比不过颍川陈氏，但他有能力，有资历，还是先帝旧臣。新皇帝会怎么看待这个班底？他会像曹丕那样继续使用并制衡他们吗？还是会另有想法？更重要的是，这个在冷漠父亲和悲惨母亲阴影下长大的年轻人，这个一夜之间从战战兢兢的太子变成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年轻人，他的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是励精图治的雄心，是报复世界的戾气，还是深不见底的不安全感？司马懿跪在新帝登基的大典上，山呼万岁。他偷偷抬眼望向玉座上那个年轻的身影。曹睿穿着崭新的龙袍，坐在那把他父亲、他祖父都坐过的龙椅上，阳光从大殿的高窗射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的甚至有些淡漠，没有新君即位应有的激动，也没有少年天子常有的惶恐。他就那么坐着，接受百官的朝拜，目光缓缓扫过殿下的每一个人，在司马懿身上停留了那么一瞬。就那么一瞬，司马懿感到脊背一阵发凉。那不是曹丕那种审视工具是否好用的目光，也不是曹操那种打量潜在威胁的目光，那是一种更复杂、更幽深的目光，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不说破，我们慢慢玩。司马懿低下头，额头贴着冰冷的地砖。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曹丕的规则很简单，我付钱，你办事别有二心。但曹睿的规则是什么？没人知道，而这个不知道才是最可怕的。曹睿登基后的第1个月，洛阳的气氛很微妙。按照常理，新皇即位，尤其是这种年轻天子，总得有个适应期吧，得倚重老臣吧，得摆出虚心求教的姿态吧。曹睿偏不，他像一台早就预热好的精密机器，登基第2天就开足了马力，早晨天不亮就上朝，一口气处理10几件紧急的奏章，每一件的批复都切中要害。对曹真、陈群这些托孤大臣，他客气，但保持着清晰的距离。那种客气不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而是上司对下属的礼貌。我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司马懿冷眼旁观，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7月初，曹睿下了一道旨意，任命司马懿为袭大将军、都督京豫2州，诸军事，驻屯宛城。表面看这是重用，
单骑大将军仅次于丞相，张征伐背叛，都督二州军事实权在握，驻屯宛城，又是面对东吴的前线，责任重大。但司马懿接到诏书时，手抖了一下，不是激动，是寒意。曹丕刚死，东吴那边听说消息，觉得机会来了。孙权亲自带兵分两路进攻，一路打江夏，一路打襄阳。边境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到洛阳。曹睿这道任命，第一层意思是，你司马懿不是能打吗？先帝在时你就屡献奇策，现在国家有难，你去前线顶着。第二层意思更微妙，让你离开洛阳。新皇登基最敏感的就是京城兵权，曹真、曹休这两位宗室大将已经分别掌握了西线和东线的主力，现在让你司马懿去南方，既用了你的才能，又把你调离了权力中心。第三层意思最狠，这是投石问路，我要看看你这个先帝旧臣到底有多大本事，到底听不听话，到底能被他握多久。司马懿深吸一口气，领旨谢恩，动作标准得无可挑剔。临行前，曹睿在偏殿单独召见他，那是司马懿第一次近距离1对1地面对这位新皇帝。殿里焚着香，是清冷的檀木味儿，混着一丝药草的气息。曹睿自幼身体就不算太好，年轻的皇帝没穿朝服，一袭玄色长服坐在案后，正在批阅奏章，阳光斜照进来，把他苍白的脸分成明暗两半。司马公来了。曹睿没抬头，笔也没停，声音很平静，甚至有些温和。但司马懿听出了那种刻意保持的疏离感。他躬身行礼，半个屁股挨着凳子坐下。曹睿终于放下笔，抬起眼，那双眼睛很亮，亮得让司马懿想起打磨过的黑曜石能照见人影。东吴之事，司马公怎么看？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奔主题。司马懿早有准备，从容答道：孙权此来，实为试探。先帝新丧，彼以为我朝内必有动荡，故分兵两路，欲乘虚而入。然其主力并未倾巢而出，可见其志不在决战，而在关信。曹睿静静听着，手指在案上轻轻敲击，节奏很稳。若孙权不退呢？司马懿声音沉稳：陈都督精御二州，可集结兵马与其周旋。南方水网纵横，立于吴军水师，我当避其锋芒，以坚城固守，待其失老兵疲，再寻机反击。曹睿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又快又准。需要多少兵马，多少粮草，多久能退敌？司马懿一一作答，数字精确到千，时间估算到月。这是他熬了几个晚上准备好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过。曹睿听完沉默了片刻，殿里静得能听见香灰落在铜炉里的声音。然后年轻的皇帝忽然笑了，不是那种开怀的笑，是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却没什么温度的笑。司马公果然算无一策。先帝常对朕说，朝中若论谋划周全，无人出宫之右。司马懿心头一凛，忙躬身道：陛下谬赞。话没说完，曹睿的笑就敛去了，那张脸瞬间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不是比平静更冷的东西。但是曹睿的声音低了下去，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质问，算得太周全了。
有时候反倒让人不安。司马懿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他猛地抬头，对上曹睿的眼睛。那双眼睛正直直地盯着他，仿佛要透过他的瞳孔看到他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你去宛城。曹睿移开视线，重新拿起笔，兵马粮草按你奏请的80调拨，退敌期限，朕给你3个月。若孙权不退，笔尖在奏章上画出一道凌厉的墨迹，你知道后果。司马懿走出宫殿时，夏日的阳光晒得人发晕，他却觉得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曹睿最后那句话没有说完，但正因为没说完，才更可怕。若孙权不退，会怎样罢官下狱？还是更糟？这不像曹丕，曹丕也会威胁，但曹丕的威胁是明码标价的这件事办不好，我就罚你俸禄，抢你官职，规则清晰，愿赌服输。但曹睿呢，他给你设了一个目标，但没告诉你完不成的代价是什么。他把恐惧本身悬在那里，让你自己去想象，而想象出来的恐惧往往比真实的惩罚更折磨人。而且司马懿敏锐地捕捉到了另一个细节，曹睿拨给他的资源只有他奏请的80%，这80%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刚好够他完成任务，但又绝不会让他过得太舒服。皇帝在告诉他，我给你的是刚好吊着命的粮食，想吃饱，自己想办法。更可怕的是那双眼睛，曹睿听他对答时的眼神，那不是上司听取汇报的眼神，那是猎人在审视陷阱里的猎物，看看你有没有力气挣扎，看看你的反应是不是如我所料。这是一个无法用旧经验应对的老板。坐在南下的马车里，司马懿对长子司马师说了一句话，这是他第一次对儿子说出心里的不安。司马师那时还年轻，不解，父亲深得先帝信任，今上初登大宝，正是用人之际，何以？司马懿打断他，掀开车帘，看向外面飞速倒退的田野。先帝用我是用我的才，今上用我是在试我的度，才可量度难测。他想知道我这把刀到底有多锋利，到底听不听话，到底能被他握多久。马车颠簸了一下，司马懿闭上眼睛。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和曹睿之间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却关乎生死的博弈。司马懿在前线确实干得漂亮，他到宛城后并不急于求战，一方面整顿防务，加固城防，另一方面派精兵增援襄阳，自己则亲率义军做出要直扑孙权侧后的态势，虚虚实实把江东那边搞得晕头转向。孙权试探了2个月，发现魏国防守严密，无戏可乘。又听说曹睿在洛阳稳如泰山，朝局并无动荡，终于悻悻退兵，捷报传到洛阳。曹睿的反应很有意思，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司马懿大大夸赞了一番，加封10亿，赏赐金帛。诏书里写的是老成谋国，算无一策，评价高得吓人。但私下里他对近臣说的话是另一番味道。司马懿这个人太稳了。曹睿对中书监刘放说，稳得像一块石头，你踢他一脚，他滚多远都是算好的。刘放是曹睿一手提拔的心腹，闻言小心翼翼道，能办事总是好的。曹睿披着奏章头也不抬，能办事是好事，
但太能办事，办得太滴水不漏，就让人不得不防了。他顿了顿，笔尖在司马懿3个字上点了点，先帝留他辅政，是看重他的才，朕用他，也是看重他的才。但才这种东西，用得好是利器，用不好。他没说完，但流放懂了。从那以后，曹睿对司马懿的任用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需要硬仗、苦仗，没人愿意打的仗，让司马懿去，比如后来诸葛亮北伐，再比如后来的辽东公孙渊，都是把司马懿顶在最前面，但权力核心始终不让他真正触碰。尚书台有陈群，中书省有流放孙资，军中有曹真、曹休，司马懿就像一个救火队长，哪里起火往哪儿冲，火扑灭了论功行赏，然后继续待命，等待下一个火场。而且曹睿特别喜欢在司马懿身边安插自己人，每次司马懿出征，皇帝都会派心腹担任监军参军，美其名曰辅佐，实则是监视。这些人的密报会直接送到曹睿的案头，司马懿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抱怨，不抵触，甚至主动配合每次军事决策，都会虚心征求监军的意见。每次给朝廷上表，都会把监军的名字带上，说此役之胜，实赖陛下英明，监军协力。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工具，锋利好用，而且看起来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只有深夜独处时，司马懿才会卸下所有伪装。曹睿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迷雾，你置身其中，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能听到他的声音，但你看不清他的脸，更猜不透他的心。而这恰恰是司马懿最害怕的。他善于揣摩人心，善于制定规则，善于在规则内游刃有余，但曹睿不给他规则，或者说曹睿的规则是流动的、随心的、不可预测的。这就好比一个顶尖的棋手突然被拉进一个棋盘不断变形、规则随时会改的游戏里，你再会算也算不过制定规则的人。时间来到公元228年，一场更大的风暴从西边席卷而来。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来得猝不及防。那年春天，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出祁山，陇右3郡望风而降。消息传到洛阳时，朝堂震动。曹睿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意外。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没有慌乱，没有急着调兵遣将，他先召集众臣，仔细询问了陇右的局势、诸葛亮的兵力、可能的意图，然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御驾亲征，坐镇长安。御驾亲征不是摆样子。曹睿到了长安后，立刻重新部署防线，派曹真督官右诸军守城，派张合率5万精兵疾驰街亭。而在最关键的人事任命上，他再次想起了司马懿，招顿骑大将军司马懿率所部由宛城北上，急趋长安，听候调遣。诏书简单的近乎粗暴，没有解释，没有商量，就是命令。司马懿接到诏书时，正在宛城整顿军备，他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下令全军轻装，即刻出发。父亲，陛下这是。司马昭那时才18岁，跟着父亲在军中历练，这是考试。司马懿翻身上马，声音在风中有些飘忽。考我能不能及时赶到，考我到了之后听不听话，
考我值不值得他继续用。从宛城到长安千里之遥，司马懿率军日夜兼程，硬是在10日内赶到。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长安行宫外时，连曹真都有些惊讶，这老家伙是真拼啊。曹睿在行宫接见他，这次见面皇帝的态度温和了许多，甚至亲手给司马懿倒了杯茶。虽然那茶已经凉了，司马公辛苦了，昼夜兼程10日千里，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司马懿躬身，语气里全是谦卑。曹睿又问诸葛亮此人如何，司马懿回答：天下奇才，治军严整，谋略深远，更兼居功尽瘁，志在必得，实乃大魏心腹之患。曹睿紧接着问了最尖锐的问题：彼之力如何？司马懿心头一跳，面上却不动声色。臣不敢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若论治国安民，臣或可一比；若论用兵奇政，臣远不及也。曹睿笑了，这次笑意深了些。司马公过谦了。先帝曾说，若论持重老成，公乃当世第一。又是先帝。司马懿发现曹睿特别喜欢用先帝说来开头，有时候是夸赞，有时候是警告，真假难辨，但效果拔群，你总不能去问先帝到底说没说过吧。司马懿决定把话挑明，诸葛亮此番来势汹汹，然其孤军深入，力在速战。臣以为当以守为上，挫其锐气，待其粮尽，自然退兵。曹睿挑眉，陇右3郡已失，关中震动，朝中诸将皆言当速战退敌，司马公却要守。司马懿抬起头，目光坦然，正是要守。诸葛亮善战，若与之野战，正中其下怀。我据险而守，彼求战不得，久必生变。曹睿没有立刻回答，起身走到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良久才缓缓道：朕给你8万兵马，镇守渭水一线，不必求胜，只需不败，可能做到。司马懿躬身，臣万死不辞。曹睿转身，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睛再次直视司马懿。记住，朕不要你万死，朕要你活着守住。诸葛亮可以再来1次、2次、3次，但长安不能丢1次。这话里的意思，司马懿听懂了。你可以败，可以退，甚至可以损兵折将，但底线是长安不能丢，丢了你的命也就到头了。走出行宫时，司马懿遇见了曹真。这位宗室大将看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戒备，有不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仲达真是忠心为国啊！曹真话里有话，分内之事。司马懿拱手，态度恭谨。分内，曹真冷笑：你的分内是守荆州，现在跑来关中，不觉得手伸得太长了吗？这话已经很重了，但司马懿只是笑了笑。真将军说笑了，陛下有命，臣岂敢不从？关中也好，荆州也罢，都是大魏疆土，何分彼此？曹真被噎了一下，拂袖而去。司马懿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他当然知道曹真为什么不满，关中一直是曹真的地盘，现在皇帝突然把他调过来，还给了8万兵马，这摆明了是在分曹真的权，制衡曹真，而他自己不过是皇帝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用来制衡另一枚棋子的棋子。可悲吗？有点儿。但更可悲的是，
他连当棋子的资格都需要用尽全力去争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为马谡失街亭而功败垂成，张合大破蜀军，诸葛亮退回汉中，捷报传来。曹睿在长安大宴群臣，席间对张合、曹真赞不绝口，对司马懿只提了一句，说他镇守后方，劳苦功高。听听这评价镇守后方，劳苦功高，跟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张合、曹真一比，分量轻了不是一星半点。但司马懿不争辩，不抱怨。宴会上，他举杯向张合、曹真祝贺，笑容真挚的仿佛自己真的与有容颜。只有回到军营面对儿子司马师时，他才露出一丝疲惫。这场北伐虽然结束了，但司马懿知道诸葛亮还会再来。果然，公元229年，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官为陈仓。曹睿再次调司马懿前往抵御。公元231年，第三次北伐，司马懿继续龟缩战术，诸葛亮百般挑战，甚至送女人衣服羞辱他，他都忍了。部将们气得跳脚，说公畏蜀如虎，乃天下孝和，他也只是笑笑，说非为畏之，乃待其时也。压力最大的时候，曹睿从洛阳发来诏书，不是责备，而是询问。诏书写得客气，先说司马公劳苦功高，然后问：然众将皆欲战，公独守，必有深意，可奏朕知之。司马懿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从蜀道运粮之难讲到诸葛亮用兵之甚，再讲到持久消耗之力，字斟句酌，引经据典。曹睿的回信很快，公言甚是，朕当力排众议，以全公策。看起来是支持，对不对？但司马懿拿着那封信，手却在抖，因为信的最后曹睿加了一句：然公朕西垂，以立3载，3载无大功，朝议汹汹。朕虽信公，亦须安众心。今秋若蜀虏再至，可相机决战，以塞众口。翻译过来就是：我相信你，但朝中压力很大。今年秋天诸葛亮要是再来，你得打一仗堵住那些人的嘴。这不是商量，是最后通牒。而最让司马懿心寒的是那句：朕虽信公，曹睿从来不信。他从来不信。这句话说出来，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公元234年，诸葛亮第5次北伐，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诸葛亮做了充分准备，出斜谷屯兵5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两军对垒，司马懿继续龟缩战术，任你百般挑战，我就是不出战。但这一次压力空前巨大，因为曹睿又来了诏书，这次不是询问，是命令：今蜀虏倾国而来，公拥重兵，久不决战，恐失将士之心，当速击之，以扬国威。同时，曹睿还派了使者辛毗来到军中，名义上是助攻参赞军务，实则是监军督战。那几天，司马懿的营帐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部将们群情激愤，天天嚷着要出战。监军辛毗虽然没明说，但那双眼睛时刻盯着司马懿的一举一动。而对面诸葛亮的挑战书一天比一天犀利，从讽刺他怯懦到嘲笑他老迈，最后连妇人不如都骂出来了。司马懿只是笑，把那些挑战书收好，说诸葛亮这是激我呢，我不上当，一拖就是半个月。诸葛亮那边等不及了，又派人下战书，
司马懿这次不接战书，反而拉着使者聊天，问诸葛公起居如何，食量可好，睡眠可安。使者如实回答：丞相夙兴夜寐，食少事烦。司马懿点头叹息：食少事烦，岂能久乎？这话传到诸葛亮耳朵里，诸葛亮沉默了。他知道司马懿这是看透了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要跟他拼寿命。但司马懿这边也快拖不下去了，心脾开始频频催促，诸将的怨气也快压不住了，甚至营中开始有流言说司马懿有异心，故意避战，想养寇自重。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司马懿独自登上营中高台，望向对面蜀军营地的灯火，星光暗淡，渭水在夜色中泛着微光，对岸的萤火连绵如龙。那是诸葛亮毕生的心血，也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倔强。忽然对岸火光冲天，蜀军大营方向传来震天的战鼓声，无数火把汇聚成洪流，直扑魏军营寨。诸葛亮夜袭，哨兵惊呼，营中瞬间大乱，诸将纷纷请战。辛毗也匆匆赶来，厉声道：大将军，敌已至矣，还不速战？司马懿却异常平静，他看了看对岸的阵势，又看了看营中的混乱，忽然笑了，传令各营坚守寨栅，不得出战，违令者斩。那一夜过后，司马懿继续龟缩，诸葛亮又试了几次，见魏军铁了心不出战，终于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念头。两军就这么隔着渭水对峙了100多天，直到那年8月，噩耗传来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蜀军密不发丧，悄然退兵。司马懿闻讯追击，蜀军反其鸣鼓，做出反击的姿态。司马懿立刻勒兵不前，他太了解诸葛亮了，生怕这是诈死诱敌。当地百姓为此编了顺口溜：死诸葛走声重大。这话传到洛阳，成了朝野笑谈，诸将更是趁机攻德，说司马懿畏敌如虎，贻误战机，让蜀军全身而退。辛毗的奏表也送到了曹睿案头，字里行间都是对司马懿的质疑。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司马懿要倒霉了，可曹睿的处置再次出乎意料，他下诏将司马懿从大将军晋升为太尉，增封10邑。诏书里写的是：公与诸葛亮相持100余日，彼不得进，我不得战，劳师而无功，非战之罪也。今鲁退，则蜀鲁胆寒，攻镇雍凉，可保无虞，朕心甚慰。轻描淡写，把100多天的对峙说成彼不得进，我不得战，把贻误战机说成劳师而无功，非战之罪也，然后加官进爵。朝中有人不服，上书谏争，曹睿只回了一句：卿欲斩太尉乎？再无人敢言。消息传到军中，司马懿接诏谢恩，表情平静，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只有司马师察觉父亲回到营帐后，独自坐了很久，烛光下那张向来沉稳的脸竟露出一丝疲惫。五丈原的对峙结束了，诸葛亮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司马懿来说，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他的对手不再是那个鞠躬尽瘁的蜀汉丞相，而是那个远在洛阳、年轻而深不可测的皇帝，那个让他既敬畏又恐惧的曹睿。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将把这种恐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公元237年，辽东的公孙渊称王，正式反叛。这个消息传到洛阳时，朝堂上一片肃杀。辽东太远了，远到让中原的将领们望而生畏。那里有辽泽天险，有苦寒天气，有经营了3代的坚固城池。更要命的是，公孙渊不是蛮族酋长，他是个熟读兵书、精通权术的汉人军阀。曹睿坐在龙椅上，听着大臣们争吵。有人主张安抚，说辽东远征不亦不如，赐其王爵击之之。有人主张讨伐，说若不诛此逆贼，天下藩镇皆效仿之国将不国。吵了半天没个结果，曹睿等他们吵完了，才缓缓开口：太尉何在？司马懿出列。臣在。曹睿说。公孙渊反复小人，先通东吴，后斩吴使以明朕，今竟称王号，公以为当如何？司马懿躬身，当诛。曹睿问：如何诛？司马懿抬头：臣愿领兵王讨。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这位60岁的老臣，刚结束与诸葛亮多年的对峙，又要去远征辽东。曹睿盯着他看了很久。公孙渊拥兵10万，据险而守，公需多少兵马？司马懿说：4万足矣。曹睿挑眉：4万。辽东之兵备于公，且路途遥远，粮草转运艰难，公何自信至此？司马懿目光平静：兵不在多，在齐。彼兵虽多，然乌合之众，且公孙渊性多猜忌，麾下将帅各怀一心。臣以正兵临之，以骑兵袭之，100日之内可定辽东。曹睿笑了，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意味。好，朕给你4万精兵，民夫5万运粮。但有一事。他顿了顿，声音冷了下来。公孙渊反复已久，辽东之地久不服王化，此去当彻底解决，永绝后患。彻底解决4个字，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冰珠砸在玉盘上，清脆而冰冷。司马懿心头一凛，他听懂了。大军出征那天，洛阳下起了小雨，曹睿亲自送到城外，赐酒赐剑，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仪式很隆重。但司马懿注意到皇帝的眼神始终很冷静，甚至有些淡漠。当司马懿饮下御酒准备上马时，曹睿忽然走近一步，压低声音：太尉，记得朕的话。曹睿看着他的眼睛，彻底解决。朕要的不是一个臣服的辽东，是一个再也不会反叛的辽东。雨水顺着皇帝的冕底滴落在他苍白的脸上，划过司马懿躬身。臣明白。他翻身上马，率军东去，走出很远，回头望去，还能看见城楼上那个玄色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辽东之战是司马懿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他以60高龄率军长途奔袭，穿辽泽渡辽水，直扑公孙渊的老巢襄平。途中遇大雨，河水暴涨，诸将欲退。司马懿厉声道：昔孟达反，吾8日行1200里克之，今远征，岂可因雨而废？下令斩主张退兵者，军心遂定。他围襄平，筑土山，挖地道，昼夜攻城，又故意网开一面，诱公孙渊突围，然后伏兵四起，大破之。公孙渊父子率残兵逃窜，被司马懿追斩于凉水之上。仗打赢了，辽东平定了，但司马懿记得
曹睿的话彻底解决。什么叫彻底解决？他在襄平城下召开了军前会议。公孙渊虽死，余党犹存。辽东反复50余年，今日降，明日叛。若不根除祸乱，他日必生新患。那一日的襄平成了人间地狱。魏军将城中男子驱赶到城西的大坑旁，一批批推进去，然后填土。哭嚎声震天动地，血浸透了辽东的黑土地。坑杀持续了3天。据后来史书记载，被杀者超过7000。这还不够，司马懿下令凡公孙渊所属公卿以下官吏尽数诛戮，家产抄没，又迁徙辽东百姓4万余户于中原。空其地，辽东这个割据了半个世纪的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了鬼域。消息传回洛阳，朝野哗然。有大臣上书说司马懿杀降不降，屠城过库，有伤天和，请皇帝治其罪。曹睿把奏章留中不发，他在等司马懿的奏报。几天后，司马懿的奏报到了，写得详细，如何进军，如何攻城，如何斩获。对屠城一事只轻描淡写提了一句围绝后患，以肃清逆党。曹睿看完奏报笑了，他对身边的中书监刘放说：太尉之朕正合朕意。他亲自拟诏，对司马懿大加褒奖，加封10邑，赏赐金帛，又赐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爵位。诏书里有一句话意味深长：攻雷霆之举，永清边分，朕心甚慰，天下赖之雷霆之举。永清边分，这是嘉奖，也是定性。你做得对，我支持你。司马懿在回军的路上接到了嘉奖令。那时已是深秋，辽东的风冷得像刀子。他坐在营帐中，看着那卷皇帝诏书，看了很久。帐外是凯旋的军队，将士们欢声雷动，为加官进爵而兴奋，帐内却一片死寂。司马师和司马昭势立一旁看着父亲，他们以为父亲会高兴仗打赢了，皇帝厚赏，还有什么不满？但司马懿的脸色白得像纸。父亲司马昭忍不住开口，司马懿抬手指住他，手指在诏书上轻轻摩挲，摩挲过雷霆之举4个字，然后他笑了，笑声很低很涩，像破碎的冰。陛下知我。他说，这话听起来是感激，但司马师听出了别的味道，那是一种彻骨的寒意。父亲在怕，怕的不是皇帝的惩罚，而是皇帝的欣赏。皇帝欣赏他的残忍，皇帝需要他的残忍，皇帝鼓励他的残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恐怖的默契。你为我做脏事，我为你背黑锅。你是我的刀，我是用刀的人，我们是一体的，都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更可怕的是，皇帝可能比他想象的更幽暗一个会欣赏。鼓励臣子屠城的皇帝，他的内心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深渊？司马懿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曹操屠徐州，坑杀降卒，他说那是不得已。曹丕刻薄寡恩，但至少不会公然嘉奖屠杀。曹睿呢，他轻描淡写就把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定义成了雷霆之举，永清边分。这比曹操更可怕。曹操的残暴是外露的，是情绪化的；曹睿的残暴是内敛的，是理性的。
他冷静地计算着屠杀的成本与收益，然后给出一个肯定的评价。时儿，你记住，司马懿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今日陛下嘉奖屠城，不是因为屠城是对的，而是因为屠城有用。在他眼里，有用就是对的。今日辽东有用，所以屠城是对的。明日若你我无用了，他没说完，但司马师懂了。有用是他们在曹睿手下唯一的生存之道，而为了有用，他们可以变成任何样子，哪怕是怪物。凯旋回朝的那天，洛阳万人空巷，曹睿亲自出城迎接，礼仪之隆重前所未有。他拉着司马懿的手并肩入城，接受百姓的欢呼。庆功宴上，君臣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司马懿表现得感激涕零，一再谢恩。曹睿则温言勉励，说太尉乃国之柱石。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对君臣相得的典范。只有当时的2个人知道那笑容背后是什么。时间来到公元239年正月，洛阳的冬天格外冷，大雪封城，滴水成冰。宫中传出消息，陛下病重，不是一般的病重，是弥留。曹睿躺在寝宫的龙榻上，气息奄奄。他才36岁，可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御医跪了一地，药丸摆了一排，但谁都知道没用了。榻前跪着2个人中书监流放、中书令孙资，他们是曹睿最信任的近臣。此刻正捧着笔砚记录皇帝的遗诏。赵太尉司马懿，曹睿的声音断断续续，像风中残烛，速回洛阳。诏书发出去了，800里加急，换马不换人，星夜奔驰。与此同时，曹睿做了一件事，立养子曹芳为太子。曹芳那年8岁，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从集郡到洛阳300里，司马懿带着10几个亲卫在雪夜里狂奔，马累倒了换马，人冻僵了咬牙挺着，雪片打在脸上像刀子割。第2天傍晚，他赶到了洛阳，宫门已经下药，但守门的将领一看见他，立刻开门，陛下有旨。太尉道：即刻入宫。宫殿里灯火通明，却静得可怕，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儿，混着一种说不出的死亡气息。那是肉体腐败前最后散发出的甜腻而腐朽的味道。内侍引着他穿过一道又一道门，廊下的宫灯在风中摇晃，将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一场诡异的皮影戏。最后来到寝殿，殿里跪满了人宗室、大臣、御医，所有人低着头屏着呼吸，连咳嗽都不敢。曹睿躺在榻上闭着眼睛，听到脚步声，他缓缓睁开眼。太尉一路辛苦。曹睿看着他，眼神居然还很清明。朕等你了。司马懿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装的，是真的。那一刻，他看着这个折磨了他10几年，也成就了他10几年的皇帝，心里百感交集，有恐惧，有敬畏，有疲惫，还有一种奇怪的亲近感。他们是敌人，也是知音，是君臣，也是对手。这世上再也没有第2个人能像曹睿这样，既把他看得透透的，又把他用得死死的。太子年幼，朕要托付给你。司马懿痛哭流涕，以头抢地，臣必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既之已死，若负陛下，
天诛地灭。声音在殿中回荡，悲切而真挚。曹睿看着他哭，看了很久，然后轻轻说：“太尉，抬起头。”司马懿抬起头，泪眼模糊。曹睿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鹰，像刀，像最后一点燃烧的火焰。尽管火焰即将熄灭，但那光芒依然能刺穿人心。朕记得，曹睿说，每个字都像用尽了力气。先帝的话，他说你有狼顾之相，非人臣也。司马懿浑身一颤，背上的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衣。朕不信。曹睿继续说，嘴角扯出一个微弱的弧度。朕用你10几年，你很好，很好用，又是好用。临死前他还在用这个词，现在朕要死了。曹睿的手忽然收紧，指甲掐进司马懿的手背里，留下深深的印痕。太尉，你会辜负朕吗？这句话问得直接，残忍，赤裸裸，像一把刀拨开所有伪装，直刺心底。司马懿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臣不敢。不敢。曹睿重复，那个似笑非笑的弧度还在嘴角，是不敢还是不会？这是最后的试探，最后的警告，也是最后的机会，给你一个表态的机会，一个发誓的机会。司马懿再次以头触地，声音哽咽却字字清晰，臣蒙先帝，陛下两世厚恩，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万一，今陛下以幼主托臣，臣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负陛下，若负大位，天地不容，人神共诛。他说的那么用力，那么真诚，连自己都快信了。沉默，长久的沉默，只有烛火噼啪作响，只有皇帝微弱的呼吸声。然后曹睿松开了手，他好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瘫软在榻上，眼睛望着头顶的帷帐，眼神空洞。好，朕信你。他说，闭上了眼睛，你们都退下，太尉留下。众人面面相觑，但无人敢违抗。流放孙资带头，所有人躬身退出，殿门缓缓关上，将内外隔绝成2个世界。朕不怕你反。曹睿忽然笑了，笑得咳了起来，咳出血来，染红了苍白的嘴唇。朕只怕你不够强，如果你不够强，怎么替朕守住这江山？咳声渐止，他平静下来，看着头顶的帷帐，眼神空洞，仿佛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去吧，他说，去替朕守住曹家的天下。如果守不住，他没说完，但司马懿懂了，如果守不住，你就自己拿去吧，总比落到别人手里好。这是曹睿最后的逻辑，也是他最后的大度。我宁愿输给你，也不愿输给天下人，因为你是和我一样的人，你懂这个游戏的规则，你知道怎么玩。如果是你赢了，至少这江山不会落到庸人手里。陛下，司马懿泣不成声，这次是真的哭了，不为表演，不为自保，就为这个即将死去的、可怕的却又无比真实的对手。哭什么？曹睿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朕累了，你也累了吧？以后可以休息了。他的手垂了下去，眼睛缓缓闭上，呼吸停止了。烛火忽然跳了一下，
然后恢复了平静的燃烧。司马懿跪在那里，看着那张苍白安静的脸，看了很久。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那种时而狂热，时而冰冷的表情，没有了那种能看透人心的锐利目光，没有了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微笑。现在，他只是一张死人的脸，平静、安详，甚至有些温柔。司马懿慢慢地俯下身，额头贴着冰冷的地砖，他没有哭，没有动，就那么跪着，心里空荡荡的，像被掏走了一块。那个他最害怕的人死了，那个世界上最了解他、最能控制他、也最会用他的人死了。曹睿的葬礼办得很隆重。36岁的皇帝在位13年，谥号明这个名字用得很妙，明察秋毫，明于用刑。朝臣们讨论谥号时，司马懿全程沉默。他知道这个字是对曹睿一生的精准概括，他什么都看得清，所以活得格外清醒，也格外痛苦。灵柩送入高平陵那天下着细雨，8岁的曹芳穿着校服被宦官抱着走在队伍最前面，脸上满是懵懂和惶恐。司马懿和曹爽一左一右跟在后面，2个辅政大臣，一个老谋深算，一个志得意满。曹爽悄悄瞥了司马懿一眼，这个曹真的儿子。如今的大将军曹爽正沉浸在权力的喜悦中，他看着身边这个垂首不语的老太尉，心里盘算的是怎么把这个先帝旧臣排挤出权力中心。在曹爽眼里，司马懿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仗着资历老罢了。司马懿能感受到那目光，但他没反应，只是盯着脚下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路。他知道曹爽在想什么。这个年轻人仗着宗室身份，仗着皇帝年幼，已经开始拉帮结派，安插亲信。最近几次朝会，曹爽连表面功夫都不太做了，议事时常打断司马懿的话，自顾自决定放在10年前，哪怕5年前，司马懿都会警惕，会不安，会揣测这是不是皇帝在试探他。但现在他没有。很奇怪，曹睿一死，他心头那块压了10几年的巨石忽然就消失了，不是轻松，而是一种空洞。就像一直绷紧的弓弦突然松开，反而不知道该往哪里发力了。他看着曹爽上蹿下跳的样子，心里甚至有些怜悯这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游戏。接下来的10年是司马懿生命中最悠闲的10年。表面上他步步退让，曹爽要揽权他称病在家，曹爽要安排亲信他上书复议，曹爽要伐蜀他说大将军英明。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影子，一个符号，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已经过气的老臣。只有夜深人静时，他会拿出曹睿赏赐的玉佩，在灯下摩挲。玉佩温润，上面雕着螭龙。曹睿赐给他的时候说：太尉如龙，当隐于云雾，现则惊天动地。那时他以为这是夸奖，现在才明白这是警告你最好是条隐龙，永远别想飞上天。可现在警告他的人不在了。司马懿把玉佩收起来，吹熄了灯。黑暗里他的眼睛亮得惊人。他在等曹爽犯错，等时机成熟，等一个可以一击致命的机会。这一等就是10年。10年里，他教会了司马师隐忍，教会了司马昭狠辣。
他告诉他们，权力不是抢来的，是等来的，等对手犯错，等时势变化，等到所有人都忘记你还有獠牙的时候，你再亮出来。但父亲司马昭有一次问，若曹爽一直不犯错呢？他会犯。司马懿淡淡道，权力会让人盲目，尤其是轻易得来的权力。他太了解这种人了。曹爽就像个突然继承巨额遗产的败家子，挥霍无度，得意忘形。他改制度，树亲信，架空皇帝，奢侈无度，朝中怨声载道，他充耳不闻，甚至开始打司马懿的主意。公元247年5月，曹爽的心腹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临行前，以辞行为名来到司马懿府上探病。那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司马懿躺在床上披头散发，盖着厚厚的被子，2个侍女扶着他。他颤巍巍地伸手去拿粥碗，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一身。李胜说话，他要侧着耳朵听半天，然后答非所问。李胜告辞出来，对等在外面的曹爽说，司马公师居于器，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大笑，从此彻底放下戒心。消息传到内室，司马懿从床上坐起来，眼神清明如常。他擦掉脸上的粥渍，对司马师说，可以准备了。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骗过来自许都的使者演技，是时间打磨出的最锋利的武器。时机在公元249年正月初6到来。那天，皇帝曹芳按照惯例要出城拜谒高平陵曹睿的陵墓，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随行，洛阳城内空虚了。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天，他立刻行动，以太后曹睿的皇后的名义下诏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库，派兵占领洛水浮桥，然后上表曹芳弹劾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谏拟，外专威权，要求罢免曹爽兄弟。这一系列动作快、准、狠，每一步都像是演练过无数遍。当消息传到高平陵时，曹爽慌了。他手里有皇帝，有兵马，本可以反抗，但他的谋士桓范从洛阳城中逃出，劝他挟天子，令天下，以讨逆贼，这是个正确的建议。但曹爽犹豫了一夜，说，我但欲做富家翁足矣。他投降了。当曹爽兄弟被押回洛阳时，司马懿站在城楼上俯视着他们。那是正月初10，天气很冷，风吹起他花白的胡须。曹爽抬头看他，眼中满是不解和愤怒。太尉，我父子尽心王室，何负于你？司马懿没说话，只是看着，像在看一个死人。3日后，曹爽及其党羽被族诛，洛阳城的血再一次染红了街道。这一次没有皇帝的命令，没有朝廷的争议，只有司马懿的一句话，谋反大逆，当诛行刑。那天司马懿没有去看，他坐在太傅府的书房里，听着一墙之隔的市井喧嚣，那是百姓在围观，在议论，在恐惧司马氏进来禀报。父亲曹爽一党共计7族3000余人，已尽数伏诛。司马懿应了一声，手里摩挲着那枚螭龙玉佩。还有，司马氏迟疑了一下，曹爽府中搜出先帝赐给的器物若干，件件甚多。司马懿的手停住了。先帝曹睿，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张苍白年轻的脸。
看到了那双能看穿一切的眼睛。收起来吧，他最终说，冲入府库。司马师退下后，书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烛火摇曳在墙上，投下巨大的影子。他忽然想起辽东，想起襄平城外那个大坑，想起曹睿那封雷霆之举、永清边分的诏书。那时候他是刀，曹睿是用刀的人，现在他自己成了用刀的人，刀法一模一样，彻底解决，永绝后患。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彻底掌握了曹魏大权，皇帝曹芳成了傀儡，朝中再无反对之声。但他没有称帝，甚至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以太傅、丞相的身份总揽朝政。有人劝他进一步，他摇头，无事未了，年未及人臣已足矣。是真的满足了吗？或许吧，但更可能的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气了。政变成功的第2年，司马懿病了，病得很重，卧床不起。司马师、司马昭侍奉在侧，2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一个阴狠辣，一个深沉多谋，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有一天，司马懿精神稍好，把2个儿子叫到床前。人要有畏惧之心，畏惧天命，畏惧人心，畏惧那些比你强的人。曹爽什么都不怕，所以他什么都敢做，所以他会死。司马昭轻声问，那父亲，您这一生最怕什么？这个问题让司马懿沉默了许久。烛火噼啪作响，窗外是洛阳的夜色，深沉如墨。我怕过很多人。他终于开口，怕太祖曹操的猜忌，怕先帝曹丕的刻薄，怕诸葛亮的奇谋。他顿了顿，呼吸变得急促，但最怕的是明皇帝曹睿。司马师不解，为何？司马懿没有回答，他重新闭上眼睛，仿佛睡着了。公元251年8月，司马懿病逝，终年73岁。他死前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反复念叨几个名字，是从依稀听到明皇帝3个字。他的葬礼极尽哀荣，皇帝曹芳亲自扶柩，追封他为相国、郡公，谥号文贞，文才德兼备，真坚真不疑，很讽刺的谥号。但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你生前是什么样子不重要，死后别人给你贴什么标签才重要。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他们比父亲更激进，也更无所顾忌，废皇帝，杀大臣，镇压反抗，每一步都踏着鲜血。直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终于在公元265年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了晋朝。登基大典那天，司马炎穿着龙袍，坐在曾经属于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的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礼乐声中，有老臣悄悄抹泪，不是感动，是恍惚。他们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同样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年轻人魏明帝曹睿，而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长得其实很像祖父，尤其是那双眼睛深沉多疑锐利。晋朝开始了，但这是一个从诞生就带着原罪的王朝，他的天下不是打下来的，是篡来的。他的皇位不是天授的，是算计来的，所以他格外敏感，格外多疑，格外喜欢强调忠孝，因为最缺什么就越要宣扬什么。
于是有了八王之乱，有了五胡乱华，有了那个短命而混乱的时代。有人说，这是报应，也许吧。